忘情上人果然厉害，修为高深，神通凶狠，法宝众多，重点是下手也黑。忘情上人与金鳌岛炼气士在护山大阵之外切磋一战，斗法的余波将大阵吹得来回晃动，方圆数百里内元气动荡。而山门外数百里处，某个化作数吨的仙道炼气士竟然还在那儿呼呼大睡，完全没有被惊扰到。李长寿对师父的镇定自若、心无旁骛也是相当的钦佩。忘情上人这一战打出了气势，切出了风采，给了李长寿许多中端仙人斗法的启迪。不算上常年闭关的掌门和诸位太上长老，忘情上人算是渡仙门战力第一人。然而修道万年，忘情上人依然没有能够突破金仙境，哪怕在东胜神州范围内也称不上是高手。天仙依然有寿元大限，神通再强，法宝再多，在岁月面前也终躲不过灰灰二字。只有金仙，只有长生，只有凭自身之道护持自身，摆脱生老病死之命数，与天地同寿，才算是在洪荒中踏出第一步。这只是第一步，仅仅代表有被真正高手勉强看一眼的资格。一直在湖边观战的李长寿负手而立，观战之后心底有所感悟，但是很快他就将感悟尽数接纳，压制境界，并未顺势突破。这层小境界还不够夯实。虽无为经讲究顺其自然，无为而有为，但这主要是让修行者不可强求境界，急躁修行。李长寿这般追求小境界圆满，倒也算是违背无为经的真意，但却没有什么副作用。长袖轻拂，一缕微风吹过，再无任何异样。转过身来，却是已经不见小师妹的身影。李长寿的监视扫过，却见灵娥正坐在他的梳妆台前，对着那面自己送他的琉璃镜，顾影自怜。哼，臭美。李长寿轻笑了一声，转身朝着丹房而去，把丹房周遭的阵法尽数开启，在丹房之外竖起了几只木牌，上面都刻了一句：有事请直接入阵，闭关巩固境界中自会有所感应。再次盘腿坐在丹炉旁之后，握住控阵玉牌。李长寿推算了一阵后续可能会有的变故，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因果交错，推算难明，只因我北周一行动了这一下，就惹出了后面这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各种事端。又因我外出渡劫动了第二下，结果就惹出了南海海神之事。哎，对了，我现在香火功德有多少了？李长寿感受了一下自己的功德之力，隐隐能见自己的元神身周多了一朵浅浅的金色祥云。掐指推算，李长寿一口气息逆涌而上，差点破口大骂：这才几年啊，怎么就有600多座神像了？600多个村寨城镇都在搞什么没用的海神祭拜？哎，苏轼的香火真的这么好赚吗？他又仔细地感应了一下，随后一阵暗咬后槽牙：不当人呐，这个熊寨未免太不当人了，他们竟然不搞生产，全寨自封南海海神的使者，到处乱秀自己那个夸张的肌肉，宣扬南海海神的神通，借此大发宏财。信海神得大利，大利你妹呀！李长寿的嘴角一阵抽搐，急忙思索对策。不能这么发展下去了，不然这个海神教真的就起事了。这么多年，虽然西方教也没找上门来，我也赚了许多的香火功德，但这绝对是莫大的隐患。可是这件事儿，我这个当事者海神
又能做些什么？不能去露面，露面有很大的概率会被人针对。我必须要远远的避开南海之地。就在东胜神州渡仙门中，圣人老子眼皮子底下待着。莫要看渡仙门也曾经遭过几次大祸，比如万灵云长老成名的那次，就是因为门内仙人斩妖，惹来群妖偷袭渡仙门。还有渡仙门刚建时，曾与其他仙门争夺灵脉，从而爆发仙门大战。这种层次的冲突，圣人老爷如何会管？就算渡仙门认领的祖师爷渡厄真人，也没太多动力现身。但是西方教若是敢因南海之事，高手找来渡仙门，那人教高手必然会有所应对。这就是圣人的面皮之争，性质自然不同，还是要去百凡殿多拜一拜。可是说到底，这件事还不是西方教自己不给力，一群人跑去搞香火，费尽心思算计，结果连一个本尊都不显灵的海神都争不过。哎呀，这件事以后真的要是引起了麻烦，那也只能说一句，你们要找的是南海海神，跟我渡仙门弟子李长寿有何关系？闭目凝神，心神回转到指道人身上。李长寿观察了一阵防震周遭的环境，迅速忙碌起来。这次搞完丹药，还够灵草和宝材，就在山中闭关20年。后才之事，只能暂时搁置。毕竟，命最重要啊。这怎么弄？容貌已经定下了。炼气士突破到化神境之后，已经可以影响自己的外貌变化，所以呢，门内的年轻一辈女子大多都是花容玉貌，男子也没有什么歪瓜裂枣。修为高深了，也会讲究面由心生。但是像是门内那些道侣，或者是心里有人的炼气士，都会慎重锁定自己的容貌。男子大多会保持在30多岁的样貌，英俊帅气，又不失成熟稳重。女子不一而论，若是在意这些的，觉得自己何时最美，就会锁下身段面容。像灵娥知道的，她自己、有情玄雅、刘燕儿、99师叔，还有其他几位相熟的师妹师姐，都已经锁下了今后漫长岁月的容貌身形。这就导致灵娥现在想自然变老都很难做得到。虽然知道想走进师兄心里很难，想成为师兄的意中人需要百般磨难，可没想到竟然这么难，这该怎么办呀？灵娥悠悠一叹，想到了此前所见的画卷上的内容，心底思索着应对之策。很快，灵娥坐起身来，将自己那为数不多的胭脂水粉都弄了出来，左手捏着下巴，露出了思索的模样。只能从妆容方面入手了。既然师兄追求刺激，那我这个做师妹的就贯彻到底，这才称得上师兄的师妹。李长寿这一次在临海镇算是满载而归，因为决定了接下来要暂停后材计划，他重点搜罗了布置大阵的宝材，降低了对灵药药草的积累。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如今这态势，小琼峰的防御体系才是最优先事项。指道人这一次顺利地从临海镇溜了回来，回去的轨迹画了一个斜着的8形。等到他寻到自家师傅的时候，在那只树墩旁听到了一阵很有节奏的鼾声。指道人看脸色赶时，发现无人探查此地，又在周围详细的搜查了一阵，确定此地安全之后，指道人回到树墩前，身形摇摇晃晃，口中念着小小小，化作本来面目，一只厚厚的纸人。纸人
背着那鼓起来的双肩包，把那口方盒举过头顶，跑到树墩前，发出了嘿呀的喊声，将方盒扔了出去，轻轻地砸在树墩上。正熟睡的树墩顿时化作一团烟雾。奇缘老道从中伸着个懒腰站了出来，看到自己脚边的方盒，师父，拿着盒子回去了。已经完事了。奇缘笑着道了句，将盒子收入袖中，朝着山门而去。李长寿的心神顿时回到本体中，对着师父不断传声，言说此前发生的事，也就是金鳌岛炼气士来门内论道，自己与鳌乙切磋得胜。奇缘听的是一阵懊悔，言说自己错过了这般热闹之事。师父，稍后外出之事就不急了。师父您接下来也安心闭关修行，尽量避免外出。上一次论道，截教门人总共3战，尽皆败落于忘情上人与弟子之手，怕还有后续事端。奇缘看了眼遥遥在望的山门，小声嘀咕：嗨，能有什么事端？截教也犯不着因为这般小事跟咱们人教道场过不去啊。倒不是怕截教，而是怕有人借此事做文章。如今截禅两教摩擦日益增多，说不定就有人想什么？借刀杀人。奇缘老道禁不住打了个激灵。长寿啊，此事要不要提醒门内？师父，咱们人微言轻，稳妥起见，还是静观其变的好。而且弟子能想到的，门内这般多高人，如何会想不到？也对。奇缘想想，确实也是这般道理。正在丹房中打坐的李长寿，先时发觉师妹正要入阵，对师父继续传声叮嘱一句：师父，您回来再说此事吧，弟子还有一件事要禀明师父。言罢，李长寿关闭了丹房外围阵法，放灵儿进来，但先时一直盯着师父入了山门，这才是微微松了一口气。师父的修为太浅，外出提心吊胆。李长寿坐在那儿细细盘算，鳌乙一行来门内论道之事，到底会不会被人利用？他是在临海镇中听了不少人谈论起此事，才会注意到这件事的后续影响。当然，谈论此事之人都是说忘情上人如何如何厉害，无人会提那个喜欢用土遁偷袭的年轻弟子，这让李长寿相当满意。李长寿其实一直觉得，封神大劫发生的众多因素中，西方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因为从封神大劫的结果来看，西方教得的好处未免太多了些，渡人、抢宝、捞宠物。那三教因为三清分家后产生的少许矛盾一直被放大，一直有摩擦，会不会也有西方的2位圣人在算计呢？这个问题……师兄兄！门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娇滴滴的喊声，师妹又来了，每隔一段时间呢，总会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。李长寿循声望去，顿时瞧见丹房前灵儿正抬着左手，用长裙宽袖遮掩她的面容，缓步走进丹房中。师妹，我在思索正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李长寿笑道：你这是被百毒蜂蛰了脸不成？师兄你讨厌。灵儿轻嗔了一声，随后又是那般含羞带怯，拿下了遮面的袖袍，露出了一张浓妆艳抹，贴了许多纸片做成皱纹的老脸。灵儿看着师兄看呆了的表情，心底自得一笑，向前盈盈一拜，故意粗着嗓子：老身有礼了。李长寿张了张嘴，坐在蒲团上动也不能动，整个人如同石化。
南海，离陆地不过100里的一处荒岛上，3名道人正颤颤巍巍地跪在礁石上，面色惨白。一缕纹声在海浪中越发清晰。3个人都是真仙修为，但是额头的冷汗不断地滑落。突然间，此地凭空出现了一道阵法，一缕缕灰气在四处飘动，周遭变得天昏地暗。一缕缕血光在侧旁汇聚，化作了一抹身着血裙的倩影。这女子美得有些妖，化生得太过艳，身段也有些夸张，浑身内外仅有着一件血袍，赤足走到3个人面前。他探出了一根纤长的手指，点在一人的额头上，只是闭目轻轻吸了口气，妖媚的面容上划过了一缕血光。那真仙却是半声惨叫都没有，瞬间便化作飞灰，随风飘散。这女子的鼻尖发出了一声轻哼，欣赏着自己修长的手指，用稍有些沙哑的柔媚嗓音道了句：唉，这味道真差劲。我让你们在南海搜查那个所谓海神的真身，你们却只是跪在此地求本座饶命。怎么，觉得本座不饿就不会进食吗？剩下的2名道人连忙低头，浑身乱颤，喘气都不敢。